上一讲谈到京兆尹赵广汉的克宗克明，留下一个问题：能做京兆尹的一定是霍光特别信得过的人，赵广汉当然不可能例外。但如果霍家人有了违法乱纪的行为，赵广汉会怎么办呢？霍光当政的时候，赵广汉并不会怎么办，而等到霍光一死，赵广汉马上就大张旗鼓来办，表演性特别强。也就是说，正因为赵广汉有明察秋毫的本事，所以马上就能看懂政治局势最微妙的变化，听得出风往哪边吹，人心往哪边倒。赵广汉在史书当中是一个特别血肉鲜活的人，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来看，他显然是个很会装腔作势、以权谋私的小人，在栽污无辜者、铲除绊脚石的事情上，绝没有半点心慈手软。而站在当地百姓的视角来看，他执法不畏权贵，以雷霆手段保一方平安。即便是他的前任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用心良苦的那位道德楷模卷不疑，治理效果都赶不上他。假如当时存在票选机制的话，那么赵广汉一定会毫无悬念连任到死的。然而吊诡的是，赵广汉之所以又是相统又是钩具，恰恰是因为他追求的是升迁而不是连任。他的这些手段给民间制造了多大的隐患，那都是他的继任者需要操心的问题，这是后话。现在让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宣帝本始4年春3月，立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为皇后，摄天下。这是许皇后过世1年零2个月之后的事情，这个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新皇后一来，后宫马上变了画风。回顾许平君的出身，《资治通鉴》虽然用微贱2个字来形容，但这只是相对于霍成君而言的，好歹她也是一位铺使色夫的女儿，至少算得上小家碧玉，比当年的卫子夫强太多了。许平君做皇后的时间还短，所以还保留着小家碧玉的生活习惯，侍从、车马、服装这些都很简朴。霍成君就不一样了，衔着金汤匙出生，是大驾闺秀中的大驾闺秀，所以霍成君的一举一动、侍从、车马、服饰每一项都有空前的排场，给侍从打赏也格外豪气，赏钱呀动辄以千万计。我们可以借助《汉书》看一下皇后的日常生活。皇后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安排，那就是每5天到长乐宫朝见一次皇太后，也就是媳妇去问候婆婆。皇后母仪天下，做媳妇要做成天下人的楷模，所以要亲自给婆婆端菜，伺候婆婆吃饭。许皇后当初就是这么做的。霍皇后别看排场大，但在伺候婆婆这件事上也像许皇后一样不敢怠慢。有意思的是，霍皇后是霍光的女儿，上官太后是霍光的外孙女，从血缘上论，婆婆反而比儿媳妇矮一辈，应该管儿媳妇叫小姨才对。没办法，家族利益所在，乱一点就乱一点吧。大概皇太后克服不了尴尬，所以在霍皇后例行问候的时候，她从来都是恭敬有礼，不敢摆一丁点婆婆的架子。至于霍皇后和宣帝的相处，也不知道宣帝是出于喜新厌旧还是精心掩饰，总之是专宠霍皇后。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精心掩饰的可能性应该更高。当年夏天爆发了一场大地震，涉及天下49个郡国，死亡6000多人。像这种大灾大难，在那个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必须好好解释一下才行。后人站在上帝视角，知道霍光夫人刚刚谋杀了许皇后，又撺的霍光立自家小女儿为皇后。如果拿阴阳五行的理论一套，马上就可以预测地震。这个逻辑很简单，天地关系对应着君臣关系、男女关系。因为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男尊女卑。大地是阴性的事物，阴性的事物本分是禁止，臣子和女人应当谨守自己的本分。而如果臣强君弱，女强男弱，就意味着阴阳颠倒，属阴的大地就会活跃起来，不会再保持静止状态了。阴阳颠倒的程度越高，大地的活跃程度也就越高了。表现形式就是罕见的大地震。《汉书五行志》解释本始4年的这场地震，就是从这个逻辑入手的。所以这场大地震之下，最有压力的应该是霍光。
而如果认真根据天人感应理论采取对策的话，宣帝就应该请霍光退休，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国安享晚年，再把霍氏家族的成员从朝廷的核心岗位清理出去。当然肯定是不能亏待他们的，只是不能让他们再掌权了，这样的话就会阴阳和谐，不但对天下好，对宣帝好，对霍光和霍氏家族也是好的。那么问题来了，宣帝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我们当然知道，以宣帝当时和霍光的实力对比，宣帝只要还有正常理智，都不可能走出这样荒唐而大胆的一步棋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汉书·五行志》认为以宣帝的聪明才智，不但想得到，其实也做得到。而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有把握控制局面。之所以隐忍不发，是为了忍恶以彰之，继承而诛之。这是原话，讲得很漂亮，意思是说故意让霍氏家族的恶行愈演愈烈，等到恶贯满盈的时候再一举成擒。这恐怕是严重高估宣帝当时的能力了。不过一场大地震的爆发，貌似真的创造出了一个机会。因为历来天灾之后，皇帝都会下诏要求从各级官员到民间有识之士畅所欲言，所以无论当下是宣帝做主还是霍光做主，这样一道诏书总是要下的。如果大家真的可以畅所欲言的，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把矛头指向霍光呢？事实上连一个人都没有。《汉书·五行志》认为这是因为霍光气焰熏天，没人敢招惹他的缘故。但我们别忘了，朝廷先前立过规矩，所有的文书都要先官拜霍光，然后再转达给宣帝。这就意味着，就算真有很多借地震控诉霍光的意见，只要霍光不想让宣帝看到，宣帝就看不到。不过为了应对天灾，朝廷还会有一个例行公事，那就是大赦。受益于这次大赦，夏侯胜和黄霸终于被释放出来了。先前因为给武帝议定庙号，夏侯胜坚持认为武帝不配，结果坐了大牢。黄霸其实没做什么，算是被夏侯胜牵连进去的。在牢房里边，这一对狱友变成了师生，传为儒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显然这样的两个人都是有独立人格的，不阿谀不从众。宣帝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在通常的权力斗争的模式里，皇帝要想斗倒权臣，能够依靠的要么是远方的藩王，要么就只有身边的宦官。宣帝情况特殊，和藩王不熟，就算有相熟的，在多年的宣藩之下，也没有哪家藩王还有进京擒王的实力了。宣帝和宦官也不熟，他毕竟不是生在皇宫里的。即便后来跟了叶廷令张贺生活，能够认识一些宦官，但也仅仅是认识而已。眼下宣帝就连结发妻子都失去了，真不是普通程度的势单力孤啊。站在宣帝的角度，朝廷里边那些有独立人格的大臣，当然会让他感到格外的亲切。夏侯胜的为人，用《资治通鉴》的原话来说，叫做质朴守正，简易无威仪。意思是说，别看他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但看上去刚好和卷不疑相反，就是一个憨厚淳朴、不拘小节的人。到底有多么不拘小节呢？夏侯胜在宣帝面前讲话，讲着讲着就称呼宣帝为君，相当于您而不是陛下，这是严重的非礼。并且他在宣帝面前称呼同僚，一不小心就会称字。我们知道称字是礼数，但在皇帝面前对同僚称字就属于非礼了。夏侯胜的脑子似乎就是缺了这么一根弦。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宣帝非但没有不高兴，反而越发喜欢上这位老人家了。站在宣帝的角度，夏侯胜这样口无遮拦，当然不是存心冒犯，只能说明他讲话发乎本性，不像其他人有那么多的矫揉造作。曾经宣帝也对夏侯胜有过不满，那是因为才召见过他商量事情，过后就发现他把自己的话原原本本讲出去了。宣帝为此责问夏侯胜，但夏侯胜说，陛下讲的话很好，所以我才希望所有人都知道，看看尧圣人嘛，他老人家的金句到如今依然天下传扬。也许是日久见人心的缘故吧，宣帝知道夏侯胜是个正直的人，所以叮嘱他说，先生畅所欲言就好，千万不要因为先前因言获罪就不愿意讲话了。
就这样，出狱之后的夏侯胜不但官复原职，后来还被提拔为太子太傅，一直活到了90岁高龄。夏侯胜死后，皇太后赐钱200万，素服5日，这是因为皇太后做过夏侯胜的学生。皇太后的这些做法特别让儒者引以为荣。当然，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看到当时儒者的这副嘴脸，只会嘲讽这些家伙的势利眼。但没办法，世俗世界永远以成败论英雄。即便孔子在世，只要得不到权贵的首肯，在旁人眼里，终归也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糟老头子罢了。儒者以为荣，这样的讽刺喜剧还会在历朝历代反复上演，长盛不衰。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人性，亘古不变的人性。我们不妨追问一下，夏侯胜生前对自己获得的高官厚禄会有怎样的理解呢？我们下一讲再见。